提起印度这个国家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呢，一般都是会想到贫穷落后，因为看到很多的女性在印度遭遇到了侵害的新闻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外国人都不敢到印度旅游。那么在印度呢，女性的地位非常的低走在大街上都容易被陌生的男子伤害。在网络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应该就是女性在那边很危险。毕竟我们从阿三哥那里听到了很多女孩子被贩卖以及侵害的消息，所以在很多人看来那个地方并不是很适合女性的一个理想国度。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要给这个印度的阿三哥伸冤了。并不是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女孩子都身处在危险之中，她们的男人也一样。不少地区呢还在为娶媳妇担心而在印度呢却是频发抢男人结婚，这就导致了男人们都十分的恐慌据统计呢，在2017年，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就发生了3404件抢婚事件，而且是绑架单身男子逼迫他们结婚。当地的传统以及贫困而导致了这一现象愈演愈烈，这让去印度的男人都非常的警惕，以防呢被绑架结婚。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就有着抢婚的习俗，长得好看的男人就容易被绑架，如果你不从呢，就有可能会受到伤害。那么在印度的巴特纳地区这种风俗尤为常见，绑架婚姻呢是当地的特色，在当地每年有3000多名男性被绑架，被绑架的男子呢年龄大约在17到30岁中间，如果这些男子反抗的话，就会遭到殴打，所以他们只能被迫完成婚礼。故事呢就开始于印度的比哈尔邦风和日丽的一天。那么这一天是个十分适合办喜事的好日子29岁的工程师维诺德·库马尔呢就收到了他好友结婚的请柬希望他来参加婚礼。一向喜欢凑热闹的他当然就没有拒绝，于是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也许是忙工作太久呢，婚礼上的维诺德心情特别的好，十分的喜欢和别人聊天说笑。他认识了几个同样是来参加婚礼的小伙子呢，和人家聊得非常的开心。没过多久呢，就称兄道弟起来。这时候这群人突然里面有个小伙子就提议我们一起出去找点乐子，于是大家也都纷纷同意了。而喜欢凑热闹的维诺德这个时候也就玩嗨了，听说兄弟们想去更好的地方去玩，赶紧就回答说好，也跟着就走了出去，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然而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维诺德就发现四周越来越安静，地方呢也越来越偏僻了，就感觉到好像有点不对劲。当时他就表示自己不想去了，想往回走。可是这个时候刚才那群热情的兄弟突然间就变了脸，强行呢就把他拉住不让他离开，并威胁他呢不能去任何地方。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团团围住了，场面呢变得非常的尴尬。而维诺德终于就发现自己是被下了套了，连忙就大声的呼救质问这些人到底想要干什么，想劫财还是劫色呢？甚至还大声的呵斥他们，让他们让开别挡着自己的路。可是听到对方的回答，维诺德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他们什么都不想要，还要送他点东西。送他什么呢？送他个老婆。就这样连心理准备都没有的他呢，又突然之间冲出来一群人，带着新娘将他们一起就拖入了一户人家，打算马上要和维诺德拜堂成亲。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快到他根本来不及阻止。而维诺德眼看已经没有机会反抗了，当即就表示拒绝，说自己好歹也是个黄花大少爷，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娶一个陌生的女人呢？更何况自己的父母还没有同意这门婚事呢，绝对不能瞒着他们，糊里糊涂的就把终身大事给定了。面对一群从未谋面的人和根本没有见过面的新娘呢，维诺德就做出了激烈的反抗，死活不愿意娶这位美丽的新娘。这件事情让他又是愤怒又是无奈，他开始不顾一切的就大喊大叫起来慢慢的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所有人按都按不住他了有点。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感觉到有什么硬物抵在了自己的身上。当他低下头仔细一看的时候他发现对方竟然掏出了一把枪。总之就是要么结婚，要么就别逼我开枪。这场面也太残忍了点吧。而血气方刚的维诺德呢，哪里受得过这种待遇面对这群人的威胁呢，他毫不犹豫就哇的一声当场哭了出来，立刻就说出了我结婚还不行吗？大家说既然新郎呢已经心甘情愿的同意结婚了，就赶紧走婚礼的流程吧。然后呢，婚礼就开始如期的举行了。而维诺德先生呢，在新娘的头上还点了朱砂，然后就开始和新娘下跪由女方的家人主持婚礼，祝福这对新人。整个过程呢，维诺德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泪水，从开始哭到结束都没有停过。于是大家就说呢，看着他好像很委屈的样子女孩的家人实在看不下去呢，就说你娶了我家的女儿，还一脸的哭丧脸，我女儿哪里配不上你？
他们赶紧就把这个维诺德的眼泪擦掉，不耐烦地对他说：“我们只是让你娶她，又不是要杀你，有什么好哭的啊？别再挣扎了，赶快给我闭嘴！”就这样呢，这一天本来是去参加婚礼的维诺德，自己却变成了新郎，而且还是被人五花大绑，拿枪给逼着结了婚。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娶老婆的方式是如此的不一样。那么婚礼完后呢，两个人就被送入了洞房，而维诺德趁女方家人不注意的时候急忙就联系了自己的兄弟说他被人绑架了。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开玩笑嘛，但听到另一头的维诺德哭出来说的样子他们终于相信而报了警。当警察把维诺德解救出来之后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停地哭诉说现在到底还有没有秩序了？光天化日之下能够强抢民男，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不过对于维诺德的经历呢，警察同志倒是一脸冷漠，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见多了。绑架新郎呢，在印度其实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北方邦或者和维诺德所在的比哈尔邦更是常见。仅在2009年呢，比哈尔邦就有1224件的绑架新郎案件。这个现象与很多人的印象截然相反。然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切都是皆有可能的。渴望脱单的心呢，谁都是有的。而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原因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穷。大家都知道印度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习俗，那就是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家里要提供一大笔丰厚的嫁妆，而男方呢几乎什么都不用给。所以许多的姑娘因为家里贫穷而出不起嫁妆，嫁不出去，即便嫁出去也会因为嫁妆少而被夫家呢辱骂、殴打或者是侵害。所以一些家里有女儿又出不起嫁妆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十分机智的点子呢，就是给闺女找个脾气好的老实人嫁了吧。而老实人不愿意怎么办呢？那就直接来点硬的，逼他拜堂成亲，生米煮成熟饭呢。毕竟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虽说强扭的瓜不甜，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拿到了嘛。他们把新郎抢到手以后逼他们拜堂成亲呢，这段婚姻几乎不会被宣布婚姻无效，因为印度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推行了婚嫁法。如果要离婚的话，新郎可能要被追究法律责任，而陷入长期的官司纠纷之中。而女方呢，也不是随随便便去大街上随便抓一个男人就过来要嫁。一般呢，他们都会找从事医药行业、工程师或者是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而维诺德这样的就是不二人选，毕竟呢，嫁女儿是终身幸福之事，所以他们也会考虑以后的家庭收入起码要有一个保障。所以他们在选人选的时候呢，就在听闻隔壁的邻居要举行婚礼这一家子就开始琢磨自己的闺女也该嫁，于是就决定在婚礼那天的宾客里面拐一个职业好的男人过来。而那一天一早，女孩的几个哥哥就出发去赴宴了。临走前就信誓旦旦的让他的妹妹在家等着，并告诉妹妹说哥哥们帮你去找老公。在婚礼现场呢，他们就找到符合年龄的小伙子们，就挨个的交谈打探他们的职业和收入以及家庭情况等等。最后就找到了在现场傻笑的维诺德，29岁，单身，工程师。于是他们就说好了，就是你了。就发生了接下来的悲剧。那么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地方，还存在着令人窒息的操作总以为只有女孩子身处于险境，看来连小伙子也要保持警惕，稍不留神呢就会被娶媳妇。所以你愿意去做印度的被抢新郎吗？那么无独有偶，在我国的苗族把小姑娘抢回家做老婆，可以说是一个很老的一个风俗了。那么这一个古老的风俗呢，虽然在我国早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老挝的苗族还保留着抢婚的习俗小姑娘被抢回家到男人家过一夜，这个小姑娘就没有回家的权利了，被认为是法定在老挝，法律并没有禁止这种突破人伦道德底线、有悖女性的公平行为。那么在苗族内还是屡见不鲜的，在老挝并不是都有抢婚的习俗只存在于老挝的苗族内，而且只能苗族抢苗族的姑娘，其他的民族是不可以抢的。其他民族抢的就属于犯法的事情了。那么在老挝，苗族人口大约有60万人，占老挝总人口的8%左右，主要分布在老挝的北部。被抢的老挝小姑娘一般都很漂亮，但不知道被抢婚姻后的她们过得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现在看来，抢婚是违法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那小姑娘多可怜难道没人管吗？但是在当地人眼里这只不过是最寻常的事情。少部分的苗族还想继续保留这种习俗下去，所以这应该算是一种陋习。因为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走在大街上如果被人看上了，男的想娶她回家做老婆呢，就叫几个人埋伏在这个女孩子经常出现的地方，就算在大街上也是直接出手就抢，不在乎女方父母的面子，也不管这个女孩如何的挣扎歇斯底里。总之几个壮汉只要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个小女孩带回家。而最可怕的就是大街上有人还在看热闹，根本就没有人伸出援手。而且在老挝不是假抢婚，是真抢，男女根本都不认识，仅仅是在大街上多看了一眼，看上了就抢。
这种明明就是绑架的行为啊，却被美化。只要小姑娘没有结婚，都是可以被抢的。如果被抢到男方家里啊，就必须做人家的老婆，不管你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她，不管你有男朋友了还是没有男朋友，父母也是会说你好好就跟他过日子吧，因为你已经是他的人了。父母就会说他把你抢走了做老婆呀，他肯定会很爱你的，你嫁给他肯定会幸福的。这第二天呢，男方就会带媒婆啊上门提亲，就会告诉这个女方父母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就举办婚礼吧。这就是苗族的习俗，抢婚。所以苗族人就是你喜欢哪家小姑娘，她又不愿意的话，你就可以集其亲友找机会把小姑娘抢回去，她就是你的老婆了。就算女孩子找机会跑回娘家，娘家也不会收留她，只会说你已经是失贞之人了，还不嫁给你丈夫。这里的风俗呢就是这么狠，而人们还不会同情女方，只会劝她从了吧，甚至就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会去帮助自己的女儿，因为在他们那里习俗就是这样的，因此更不会有人谴责男方。众所周知，在我国有些地区的小伙子想要结婚啊，家里一般都要掏出大笔的彩礼。那么彩礼对于许多的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在老挝苗族啊，如果你给不起彩礼，女的不愿意，那你可以去抢婚。所以在老挝这个贫穷的内陆国家，有大批的苗族男性非常的贫穷，彩礼首饰是最有可能压垮普通家庭的稻草。因此付不起彩礼钱，又不想打光棍，那就只好通过抢婚这种手段。说到底，暴力抢婚啊，不该存在于现代社会。因为通过抢婚呢，女性家庭往往不会幸福。那么这种情况下，女方被家暴呢就十分普遍。而苗族的嗜酒文化呢，更是加重了苗族男性对女性的家暴的可能性。苗族的暴婚习俗文献记载颇多啊，如《开清歌》里面就唱啊，姑母有女或表妹长大成人，才貌虽美呢，为旧辈者之子或表兄弟央求不遂，以为占据优先权，特放鞭炮证明讨之。所以苗族抢婚的习俗渊源呢，就始于古代氏族的部落时期。它最初表现为用战争的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野蛮的强制婚姻形式，现在是以抢亲这种形式而保留了下来，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有以下重要的2点：第一，就是发展落后啊，生活原始，栖息在高山之上，地理隔绝，交通闭塞，缺乏与外人的交流；第二，就是旧权制度保持了抢婚习俗，孤之女呢必视旧之子。在苗族抢婚习俗时至今日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在老挝呢还是有很多。在我国的苗族现在是保留有假的抢婚习俗，当然就是男女都是完全自愿的，演变成了一种婚姻的形式，为了尊重民族的特色而保留了下来。但是在老挝、越南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近年来呢，老挝政府在提高男女平等啊，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在婚姻法上就规定了婚姻自由，不能违背女方意愿的情况下，通过暴力而达到结婚的目的。所以在消除陋习等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应该不久之后呢，老挝就没有暴力抢婚的现象。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因为有部分未经证实的内容，大家不要太当真哦。